夏天终于来了，今天在家酿的水果酒。之前每年酿的少，到最后都不舍得喝。今年为了避免这个情况，我一气买了240斤水果。酿酒这活可比我最近干这些玩意省事多了。主要我们年年酿啊，那完全可以说是手拿把掐，信手拈来呀。我们甚至早上还订了一只烤全羊。那老板问我几点送，我当时斩钉截铁的告诉他，我说你5、6点钟不堵车给我送来就行。但是人生无常啊，我从6点之后一直在跟他重复一句话：哥们你别着急啊，过1小时咱俩再联系。后来收拾梅子收拾的实在是太闹心了，将近5000粒啊，每一粒一粒挑啊，整整干了7个小时。我后来一度看啥都是绿的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？那屁股恨不得都定蹬着了，尿尿都不起来，但就是干不完呢。后来选菠萝的时候选的是鸡尾，本来那菠萝选完了能放半罐，但是我们选的就剩1/3了。这1/3能保住，也是因为后来把羊拉回来了。就这属于一个什么原理呢？那拉磨的驴累了，你给它挂一根胡萝卜，它多少也能坚持坚持。后来我们把剩的草莓和青莓都怼菠萝那罐里，好不好喝咱们就3个月之后见吧。我也从来没把仨水果酿到过一个酒罐里，但该说不说的，这颜色是真好看。这几罐子看着太有夏天的感觉了。为了来给这盖盖上，这大工程可算是干完了。就这3泡酒啊，以我的酒量来说，我估计能喝到我出殡那天。等吃上烤全羊的时候，其实都早上4点多了，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把桌子搬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屋里，一个个目光呆滞啊，那烤全羊都吃不出啥味儿了。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搬东西，一直干到今天早上4点，心都突突了。以前每年酿梅子酒啊，感觉都是收获了夏天的第一份快乐，但那只是以前。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自制的东西吗？但是翻车的太多了，我怀疑这个房子 Wind Water 不行，所以密谋了好久，决定搬个新家。但是这仨活爹搬家公司怕碎，多数都不接，路程其实就10几公里，我决定拿手推车给他推过去，就当团建的。完怕路上饿，还做了不少蛋堡，肉馅放的这个乌江千盐榨菜，升级减盐30%，提味增鲜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然后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6楼的楼梯房，这仨爹加起来得有500多斤，完还没个拎手。下楼下了6个小时，我上一次因为下楼直不起腰，还是在7年前。那年我他妈下了个泰山。完绑完酒我们就上路了，路上好多人问你这是要出夜市呀还是要出国呀，然后推了3个小时就遇到了这次搬家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跨江。我们需要把这800多斤搬上桥，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它根本就一动不动。完说先吃点饭吧，就在道边支了个齐齐哈尔 BBQ。 我发现烤肉加榨菜这个搭配挺绝，吃的特别开胃，而且小小方便，妥妥出行必备。但吃完饭发现还是抬不动，就开始找朋友，给通讯录都要翻出火星子来了。这段实在是太燃了。半夜11点多，除了我那几个活该倒霉的哥们，还有好多特意赶来帮忙的粉丝，甚至还有个哥们跟对象吃饭呢，给对象扔着了，自己打车过来的。这10几个人少一个，我们可能都上不去这个桥。如果有记载的话，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但没什么用的奇迹。后来感谢了各位爸爸，但余生的路我们还得自己走。有个哥们给留了个拖车绳，这算救了大命了。过桥的时候上坡就拖着走，下坡就推着走，虽然中间推车抛锚了几次，但还算顺利。然后就一直那么走啊走啊走啊，感觉这一宿给身高磨没2厘米。后来遇着个出来晨跑的大爷，他说你们这是要去西藏吗？我心说西藏在哪儿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西天可能是越来越近了。等走到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，巧合的是这边也没有电梯，我们就这么一顿一顿往上挪呀，感觉每使一次劲儿都在脑淤血的边缘。最后用了2个小时才给他仨整上来。这3瓶酒到家一滴都没洒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虽然喘气儿都困呢，但还想先给大伙磕一个。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房东说在露台给我们留了个惊喜。我走就发现这爹给我们留了个10碾子，我服了，他居然管这玩意儿叫惊喜。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知道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2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回又干赔了。
然后这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完这几天等着也没啥事儿，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。然后这酒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。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说这回完了，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滴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它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2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，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。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，而且吃着也没什么营养价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。再一个，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，还有那纯馋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，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，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，出去吃上烧烤了，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因为是给病人做嘛，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，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。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，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。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。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，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。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，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，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，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，肯定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。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，买不着新罐头瓶，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。完心高温消一下毒，结果温度太高了，给手烫秃了皮。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。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，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。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，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，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。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，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，完还剩点草莓，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的。这酸酸甜甜的，再带点冰碴，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。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、水、水果，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。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销杀。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1道杠一起到2023年的，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，突然就烧了2天40度。这回行了，彻底踏实了，省着老惦记。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